常遭嫌弃的猪皮竟变身餐桌宠儿，晶莹剔透的啫喱如何内藏乾坤？超大龙趸的鱼皮怎么物尽其用？粤菜选料广博齐杂，你弃我宠，自有独特风味。老广的餐桌上，皮也很美味。老广的味道之有趣皮囊。外皮如门户，隔绝内与外，但皮作为食材，总会觉得另类，遭受的待遇也常常是弃之不用。但好看的食材千千万万，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。在老广的餐桌上，作为美食，皮从不缺席，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。每天早上9点刚过，东莞东海酒家大堂里就坐满了喝早茶的客人。食客们美味探世界的同时，后厨的战场也開始打響。有啲忙喎，今日一單都做唔切啊！試下嚿係點樣咧？我試下嚿啦，幾好啊，爽有汁。曾海强是香港人，15岁入职厨师行业，一直专注于粤菜。虽然已过壮年，但40多年的功力使强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。執翻靚啲佢嘛嚇。曾海强每天在后厨穿梭，他擅长的传统粤菜里，龙趸及龙趸皮是常用的食材。老广的餐桌以石斑为贵，石斑当中又以龙趸最为常见。龙趸学名中距石斑鱼，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，以底栖甲壳类及小鱼小虾为食。成鱼体重有记录的最高达300公斤左右，身长2米上下，几百斤的大龙趸可遇不可求。大个头的龙趸，其皮也厚，用来做菜味道不逊于上好的鱼胶。曾海强想要获得大的龙趸，并非易事。深圳大鹏湾风光秀美，几家不大的海鲜门市显得有些冷清。曾海强刚听说这里有比较大的龙趸鱼售卖，就赶紧和助手专程过来看看。5000多斤红花锦，这个是南沙钓回来的，钓上来就用过淡水，都放到全窗养，养了1个月回來1次啦。呢條叫花英番啊！我今日攞貨就係攞個大龍躉，就係非常少有，等到佢好耐啦。難得遇到一條大魚，曾海強很是興奮。要我自己一個人抱啊抱唔起嘅，80斤係俾抱得起啊！啊，抱唔起啊，抱唔起！哇！嗰個鰭咧就啱啱可以上嚟樓上嚟就有少少花碰撞啊！一睇就知道野生嘢啦，係嘛？係養唔到咁樣噶。啊，龍躉就係咁嘅特色啊，龍躉。龙趸骨十分坚硬，分解不仅需要力量，更需要技巧。曾海强与大鱼打交道已有数十年，但见几番大开大合，游刃有余间，已把大龍趸分解成數塊。呢塊龍躉皮依家就係2心公分厚，細條啲魚皮就薄嗰啲。喺隻龍躉咧，越大條嘅魚皮就越厚越靚。咁呢條都算唔錯啦，好靚啊！即係呢個龍躉靠最斤重。鱼鳞是鱼类外表保护自己、防止体内水分流失的外壳，因其口感偏硬，人们往往会弃之不用。但曾海强却把它们裹以面糊，
下油锅炸至卷曲，椒盐鱼鳞，金黄酥脆，咬时咯吱脆响，作为餐前小点，别具一格。因龙趸形体大，身上各部位都被用来单独做菜。大龙趸鱼扣厚实，切成小块入锅，略煎至金黄备用。料头爆香之后，加入鱼扣，翻炒至70%熟。用滚烫的铁板盛装，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，新鲜黑松露洒落其上。松露在热力作用下，异香丝丝缕缕。鱼扣弹牙又不失爽脆，搭配黑松露似有似无的香气，传统的做法，新颖的味道。鱼尾纵切分成上下两半，黄椒剁碎处理成酱，姜粒儿、红葱头、蒜头入沙包略略翻炒，加上香茅段，鱼尾铺面，加盖焖焗5分钟。放入黄椒酱、柠檬叶及料酒去腥，香茅、柠檬叶的独特香味渗透在鱼尾骨之间的胶质中，唇齿间那一点点黏腻感变得余味悠长。最妙的还是用龙趸皮来做菜。龙趸个大皮厚，鱼尖处是整条鱼身上皮最厚的位置，有时可达6至7厘米厚。龙趸皮胶质丰富无腥味，是鱼皮中的极品。处理好的柚子皮与龙趸皮放入爆汁，煮至入味，捞起装盘，撒上虾子增加鲜度。虾子香柚烩龙趸皮，令人馋涎欲滴。柚皮松软，鱼皮软糯黏醇，配上浓稠的爆汁，荤香诱人。鱼皮、丝瓜及白参菌蒸5分钟，淋上高温热油及调味豉油，通透的清蒸鱼皮遇上新鲜白参菌，鲜味加倍升级。老广的鲜字一绝由此展露无遗。来，入夜，客人们大快朵颐，品尝着大龙趸提供的优质蛋白，惊奇于食材的变迁搭配，满足的口感也让悸动的心慢慢静了下来。8月盛夏，酷暑难挡，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升腾，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。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，因味甘性凉，在这煲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，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。黑豆浸泡之后，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，焖煮10分钟之后，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。水一开，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。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，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，味饮已是清神醒脑。哇，这是好物件，真有闷呢，夏天时也食最好。是啊，随定是我阿爸我阿妈就唔负责咁食。这个是老植物谷子里的记忆啊！有人到访，围案而饮，其乐不输于茶。经过老一辈的验证，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。虽然猪毛处理得不干净，会有不良的口感，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。猪皮多不多人买？多人买了，我去吃，拿去卤啊，皮冻有了。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你们好海噃！哇，請咩啊？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。2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，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，于是经常结伴寻找食材。老板啊，这两批这起个话嚟搞呢？佢你说我要吃，想好吃的就不。咁啊，就係搞搞嚟搞搞。哇，這個個普配咧，剝出嚟先係要炸嘅，這個睇落嗰時抓法嘅。好，我同意。去油之後的豬皮曬乾水分，用熱沙覆蓋，在持續的熱力加持下，其中的蛋白質發脹成多孔網狀，金黃透亮，也就是肖秋明口中的腐皮。肖秋明18歲時師從潮菜名廚林傳玉，20多年來專注於改良傳統菜，愛在平凡中追求極致，但不刻意追求名貴品種，反而對普通食材情有獨鍾。其中，本地時令菜是他的實驗首選。各種口味的創新，只為接受愛挑剔的當地人的檢閱。人們對豬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漢代，那時被製成藥物，稱為豬麩。豬皮營養豐富，其中的膠原蛋白在烹煮的過程中會轉化成明膠，明膠可以鎖住大量水分，減少流失。今天他又想來些特別之選，已在師兄弟們的聚會上驚豔亮相。鍋內水燒開，蔥薑先入，既可以去除豬皮表面的污垢，也能去除血腥味。新鮮豬皮煮2分鐘之後撈起，用鑷子把殘留的毛髮連同髮囊一起拔除。這是個精細的手工活，肖秋明不敢馬虎。拔毛這一個步驟呢是必不可少的，把它的毛囊都從豬皮裡面拔出來。如果用火燒的話，上面的毛是燒沒了，但是它的毛囊會留在豬皮裡面。在肖秋明的手裡，豬皮開始大變身。汕頭滷味是粵菜一絕，新鮮豬皮滷熟，切小塊擺盤，搭配上潮汕人愛吃的本地酸菜，秒變小菜中的貴族。滷豬皮軟糯彈牙，酸菜炒後鹹酸爽脆，兩者搭配正是下飯送粥的利器。鮮蝦去殼，蝦肉按壓成泥，與馬蹄碎芹菜粒兒混合摔打起膠，成百花餡兒備用。腐皮略煮攤涼，釀入蝦膠，嵌入火腿絲，煎至焦黃起鍋，淋以爆汁為輔。百花釀腐皮，腐皮鬆軟，餡兒料裡蝦肉鮮甜，馬蹄爽脆，獨特細膩的複合口感，濃郁綿延，滋味讓人驚奇。豬皮切小塊，加水蒸熟。涼透之後，豬皮湯呈啫喱狀，彈性十足。此時的皮凍不需要更多的調味，塞一塊入口，顷刻之間化為湯汁，沒了蹤跡。
同窗聚会，聚的是情，会的是意。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粗有细，但喜快忆青春，同学情谊始最真。炎热的夏季，吃上一口西瓜，甜滋滋、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，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，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，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：爽。7月刚到，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，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。要慢点下，轻拿轻放啊！这个是从宁夏香山那边过来的啊，口感特别甜，又脆口。宁夏中宁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。黄土高原沟壑纵横，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。就在沟壑的顶上，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。每年7月不到，西沙瓜成熟季来临，瓜农们又开始忙碌起来。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，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。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，熟度够的，保证它的商品率。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，屁股小，头大，它属于那种奇形瓜。中宁西沙瓜素有石头缝里的西瓜，天地孕育的精华美誉。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，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，我们的沙地它是叶潮地，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，就是让它保湿保墒，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。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，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、开放的纹路，以及甘甜如蜜、清脆胜梨的口感。哎呦，这瓤子可以，弄到嘴里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，感觉是入口即化，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，很甜。早上的西瓜很甜，你也尝尝西瓜。哦，我再吃点啊，想天天吃。同样是种西瓜，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。6月初，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，催熟着世间万物。广东开平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精品西瓜，已经成熟了第2轮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。为了增加其知名度，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。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瓜，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。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，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。珠三角经常有暴雨，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。一是呢不甜，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，第三呢病虫害也多，所以要适时栽培。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，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、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。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，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、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，
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，每一株只结一个果。这个瓜不错，今天可以摘了。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小巧玲珑，具有淡淡的蜜香。西瓜瓤美味，众所周知。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，通常是被丢弃掉的。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，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，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，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。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，入开水焯熟。鱿鱼片切花刀，汆烫至变形。热油煎香，料头入锅爆香。倒进鱿鱼及西瓜皮，翻炒至熟，起锅。西瓜皮炒鱿鱼片，青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，瓜皮脆口，鱿鱼软糯，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儿。色泽鲜亮、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，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。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。将西瓜刨去外皮，去掉内瓤，切成小块儿，用淀粉拌匀，放油锅炸熟，捞起装盘。淋上浇头，酸甜五柳西瓜皮，酸甜开胃，瓜皮外酥里嫩，又不失小脆，是老广餐桌上一道简单精致的开胃菜。来，哎，好好味道。7月，暑假开始，江门五洞村迎来暑期客流高峰。广东人爱吃牛肉火锅，东潮汕、西江门两种风格不一，但同样热闹喧腾。每天都爆满的，平均每天都有3万人过来我们这里吃饭。现在五洞呢有26家牛餐馆，基本一天都是20多条牛。大块牛肉最是大快朵颐，热气腾腾的火锅吃得酣畅之余，恐怕不禁有人要问：肉在锅里，牛角去了哪里呢？在四会，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，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。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，比原来大了1倍，而且变得透明。食之则软糯有弹性，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，却有不忍丢弃，要啃咬干净的心思。在恩平，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，当地称之为牛角皮。恩平人吃牛角皮，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。买牛腳皮係嘛？20蚊。哦。他们这个牛角皮怎么样？味道？好吃啊，特意過嚟買的。宵夜呢啲啊嘛，送啤酒一流嘅，兩公婆啤嚟噶嘛，脆脆地啊，韌韌地咁咯，熱水嘅香嘅。賣咗27年啦，男女老少呢都愛食牛角皮。每晚的夜市，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、磨牙甜度的首选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周世明就要到市场拿货。呢隻咧係黃牛牛腳嚟嘅，呢隻咧就係水牛牛腳嚟嘅。水牛牛腳咧比較肉多、筋多。老闆，水牛牛腳大毛幾錢斤啊？15蚊斤。
啲牛腳全部我要齊嘅。周世明曾经是位老师，现经营有4家小店，专打牛角的主意。牛角骨多肉少，或者因为不会处理，常遭人嫌弃。但周世明却能做成美味。要把牛角处理干净，步骤繁琐，需要足够的耐心。呢個水溫咧就係80度左右，個溫度係最好嘅，就咁你脱得比較乾淨啲。11年的开店经验，周世明得心应手。读大学的儿子暑假在家，心疼父亲日夜操劳，便過來搭把手。傳統嘅脱牛毛嘅方法就係用熱水。我哋做生意咧唔可以用啲其他嘅嘢去做。即係因為牛腳咧，其他都充分係用得到嘅。牛腳嘅皮筋可以整牛嘅皮啦，個蹄可以煲湯啦、煲醋啦，啲骨可以煲牛腩飯嘅湯底啦。從小就對烹煮有興趣的周世明，嘴刁愛吃，常嫌別人做的味道不正宗，摸索多了，便自己開店當起了老闆。燒掉殘留在縫隙裡的牛毛，同時燒掉的還有表面的雜質。恩平咧前咧係粵西地區咧係比較貧窮嘅地區嚟嘅，牛腳咧雖然比較難處理，但係佢作為食材嚟講咧都算係好嘢嚟嘅。覺得差唔多㗎啦，俾個靚仔㗎啦啊！睇見呢啲白白淨淨咁係嘛，咁就 OK 啦。處理好的牛角，切開表皮，與去腥增鮮的香料一起，慢火燜煮2小時，使皮與筋腱熟度一致。微熟後的牛角趁熱放入冰水冷卻，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縮，增加爽脆的口感。有時牛角不切開整個煮熟，則必須有嫻熟的刀工。解剖牛角時，下刀的角度、力道要拿捏到位，頗有庖丁解牛之意味。我對牛嘅各個部分咧都比較了解，最快紀錄咧3分鐘可以將一隻牛腳骨肉分離，所以大家咧嗌佢哋庖丁牛角，都係朋友俾面啫。取下的皮筋冷卻涼透之後，即可切片裝盤。牛皮牛筋彈性十足，鹹香爽韌。牛角皮晶瑩透亮，油質光鮮，具有彈牙的口感，同時吃起來嚼勁十足。搭配不同的醬料，則有不同的味道。入口的第一感覺是醬汁的酥香和鮮辣，之後隱藏着濃濃的牛肉香味兒，接着是爽脆無比的口感。牛大骨加水熬至4小時，湯色清冽，味道醇厚。本地瀨粉稍加滾燙，牛骨湯做底，配上一碟牛角皮，美味立即翻倍。小店不大，但往往是尚未出爐，食客已早早等待，就為了出爐那一刻與美味的邂逅。牛皮堅韌，用途雖然廣泛，但甚少食用。周世明卻有辦法做成美食。我見牛皮呢抌咗就可惜，就諗住呢牛製皮糕。好耐之前呢，牛製皮糕呢最初都係用牛皮嘅，即係後來呢先改用驢皮或者豬皮。牛皮刮乾淨之後，切成小塊，與紅棗、枸杞等一同下鍋，燜煮10小時以上。當湯汁變得濃稠，皮膠才算是熬成。牛皮經過湯汁的洗禮，以及與藥材的融合，其中的膠原物質得到充分釋放。熬製好的皮膠甜品，顏色淺鬆透亮，口感爽滑，味道不輸果凍。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，碰撞到人們的奇思妙想，
硬是为自己搏出了一个美食界平民英雄的传奇，也成了恩平人解不开的食味情结。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，好吃的。把馅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，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莫过于18酿。桂林平乐2粤通衢，3河交汇。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，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，从东往西来到桂林。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、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。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，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，一代代传扬至今。赵海琪曾经是一位公民建工程师，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，管理酒店、旅游等业务。我们的卫生呐、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。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，以前是真的累，但是呢，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凉菜，第2天又满血复活了。平乐酿菜千变万化，品种丰富。18酿只是泛指，凡是当地能买得到的食材，几乎都可以酿入馅料，也都可以作为馅料，故有万物皆可酿，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。周末，趁着孩子暑假未完，忙碌了1周的赵海琪决定带孩子回老家，看看家里的老人，以慰思乡之情。在我们这边，一般都是有朋友来做几道靓菜，无量不成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妈，回来了吧？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？这个样酿菜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。我妈做的靓菜呢，在市场上几乎呢都很难吃得到。妈妈要搭上我的顺风车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，你一回来，婆婆就给你做好吃的了。在平乐，田螺、南瓜花、竹笋这些村中小溪、林间地头常见的事物，既是日常食材，又是可以包裹各种馅料的皮囊。要想酿菜好吃，采集新鲜的原料是第一步。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，终年不绝。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，一箭双雕。你好厉害不？哇塞，这一堆耶，这螺都栖伏在一个地方。这一窝有很多哎，看，手都拿不下来了，好多，发财了。村里多种果树，树林空地上南瓜长势正旺。今天用这个新鲜的瓜花来做靓菜，肯定很美味。弟弟也要多塞点肉啊。做酿菜的话，做工虽然有点复杂，但是如果你采购的原料生鲜，是当天做的，那味道一定会很好的。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农，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。大个头的田螺煮熟，取出螺肉，与猪肉、香菇、马蹄等一同剁碎，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儿。洗净螺壳，把馅料塞回去。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，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。酿田螺并不美观，
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。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，香味浓厚之余，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，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，酸笋反而少了几分猛烈。南瓜花个头大，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。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，剥去花柄外面的老皮，小心地塞入馅料，用花瓣包裹整齐，折断花柄插入花瓣固定。凉菜的都很容易熟的，没可以用大火，大火容易焦，小火又不能容易烂。锅中清水煮开，放入瓜花酿，调味煮熟即可。简单但清新脱俗，色香味俱全，入口如沐夏日清风，颜值与内在俱佳。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，用牙签密密地划开，两头往中间挤，使中部膨大，把肉馅塞入，笋丝卷起包好，热油先煎后煮，味道清甜，清爽柔滑。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，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。绿豆芽因其嫩脆，成为酿豆芽的首选。酿豆芽看似平常，却相当奢华。先把豆芽过水汆烫，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，再把肉馅儿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。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，慢火浸煮，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那份鲜脆。吃饭了不？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，但要花费许多时间、精力以及巧思。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，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。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。家人团聚的时刻，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谊投入到更加细致、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。在平乐人的心中，酿就是对幸福、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。粤菜选料广博齐杂，经万千次不懈的研发，粤菜师傅们一一唤醒各类皮的独特风味，都变身有趣的皮囊，掀起新的味蕾风暴。在他们的认知体验里，食材不分尊卑贵贱，只要赤诚以待，便能留下万千风味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